对于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推出所谓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的议案，要求白宫透过优先处理的方式加速对台湾军售一事，您是如何解读？其实最近这些年以来，美国国会所谓挺台派议员，时不时就会提出一份所谓的促进对台军售议案。这些议案的共同特点，就是要在现有的所谓美台关系法以及中美框架下，提升对台军售的速度以及质和量。那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卢比奥推出的这份所谓的名为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议案，跟以往其他国会议员提出的促进对台军售议案有一个明显且本质性的不同。它可不是在现有的美台以及中美关系大框架内，以及现有的制度与法律框架内提升对台军售的速度以及质和量，而是要突破现有的法律与制度框架来向台湾提供武器。因为卢比奥提出的这个法案包含了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条款，那就是要修改与台湾关系法当中有关限制美方仅可贩售台湾防御性武器的内容，并且以提供有助于强化台湾遏制两岸冲突的武器等等新文字来取代。也就是说，卢比奥提出的这个法案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来为售台进攻性武器彻底开绿灯。大家知道，美国对台军售逐年减少，即使完全终止，是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假如美方真的按照卢比奥的提案来立一个新法，那实际上就是对与台湾关系法与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的本质性与功能颠覆。因此茲事体大，中国大陆必须尽快向美方提出交涉，以阻止这份颠覆现有中美关系与所谓美台关系的法律获得通过。除此之外，这份议案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包括美台武装力量要加强协调与建立一套全面联合训练计划，来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等等，也会对现有建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之上的美台两军关系带来颠覆性的冲击。那在您看来，假如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推出所谓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的议案最终获得通过，又会对接下来的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冲击呢？其实所谓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本质上就是以政治政、军事或者是军备决定大局的翻版。我曾经说过，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尤其是在乌克兰军队利用美国与北约援助的不对称性武器，成功的拖延住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之后，美国军政界的自信心一度空前高涨，甚至是产生了非常盲目的武器决定论，也就是过往大家都认为是政治决定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而俄乌冲突则让美国军政界产生了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甚至是决定政治与决定大势走向的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被套用在台海局势上，就变成了所谓的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也就是要通过不断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就能够让台湾实现自保，甚至是打赢未来的台海战争。而且不仅仅是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先是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过一份台湾武器出口法案，以加快向台湾运交关键武器的程序。接下来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白宫一众军政要员也纷纷扬言，要向台湾提供足够多的不对称性武器，以让台湾能够打赢未来的台海战争。这些都是因为受到了俄乌冲突的启示而产生的言行。尤其是接下来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为了让自己所在的阵营赢得选战，以参众两院议员为首的美国政客们正在台湾问题上不断飙车，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断晒阴。那么在台湾问题上，以所谓的实力或者通过加大对台军售力度，真的就能够促进台湾和平吗？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只是在缘木求鱼，是在请鬼扎药单，效果将会适得其反，甚至可以说是在找死。美国加大对台军售力度，
尤其是向台湾提供进攻性武器，不仅会导致两岸军备竞赛的升级，导致中国大陆加大武统的可能性，来反制台湾的以武拒统，而且它还将导致台独势力有恃无恐，加快台独步伐，并最终诱发两岸战争。因此，两岸实现和平的最终且唯一的出路，不是以战止战，不是以武止战，而是以谈止战，以政治手段来阻止军事冲突。也就是只有台湾回到一种原则上来，不去挑战中国大陆的政治底线，两岸才会有持久的和平。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